大家看看这里有没有很熟悉啊？这边就是《权力游戏》的一个场景之一了。我们现在来到了3的戴克里仙宫，这边呢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遗址了，在西元3世纪的时候建立到现在，现在是列为世界文化遗址之一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超庄严的宫殿吧。我们现在待在这边是戴克里仙宫的迎门，也就是东门。来看一下，这边就是它的这个主教座堂了。帮大家先科普一下，戴克里先就是早期罗马帝国的时候有一个尚未退让的国王，而且他也是一手主导罗马帝国分为东西罗马帝国的国王。在当时会有这种伟大的情操真的是很少啊。我一走进来就可以看到这个浓浓的罗马的遗址。哇，那这两个士兵有没有很怀念呢？我们小时候玩的《世纪帝国》啊，《世纪帝国》就是从罗马帝国开始的，进入戴克里仙宫的这个地道点，这边还有人面狮身兽保卫的国王，在地道这边现在已经成为了商店街了。这个前方的那个出口，这边就是同门，就是南门。那个斯普利特这边最热闹的一个进出口。那我们现在就要进入他们的地宫了，要先买票进场。哇，这里很漂亮哎，这里感觉像是一个音乐厅一样。而且进来了这个地宫里面，就觉得变凉了。刚刚还在门口买票的时候很热，进来好像就有一股冷风。这个没有啊，里面是凉凉的。这边已经被调掉了。哦，本来可以上去，可是已经断掉了。对啊，这以前的皇宫已经都被毁掉了。戴克里仙宫这边在西元6世纪的时候被外族给入侵，整个皇宫就已经被破坏掉了。现在这边是仅存留下来的遗址。这好像就是《权力游戏》第5季的时候关龙妈妈的那个场景。在戴克里仙宫这边可以找到很多《权力游戏》拍摄的场景。哦，这个就是国王本人了，戴克里先。我读了戴克里先的历史，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国王。他是第一个从罗马帝国退位的国王，也是最后一个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另外一边了。你看一下。那这很像一个脸。对啊。这边也有很多这个古埃及的人面狮身像，很多这个古罗马的建筑考古出来的古文物。那里也蛮水。这里，你看一下这边外面的，这里有一片他们的城堡就在这边。从外面就可以看到里面了。那个石头上面还有人写字，这个 SOVE 就是证明早期有邪教的存在。古代人的建筑真的是很神奇。你看它的这个石头都是这样不规则型的，然后把它粘上去的，不知道怎么粘的。就看起来像浴缸，他们是不是在这边洗澡的？我们现在拍的这个整个城堡全部都是戴克里仙宫，但是就只有刚刚的那一段地下的宫殿是需要买票的。这个是可以下去的吗？看一下，这里又有另外一个地宫了，这个是在主教座堂下方的一个地下室，以前的古罗马的战士。他这样子
拿着东西。大家看一下这个主教有没有像是复仇者联盟的手套啊？哇，也太漂亮了吧！看，大家看看这里有没有很熟悉啊？这边就是《权力游戏》的一个场景之一了。现在的戴克里仙宫全部都是用来做度假啊、餐厅啊、饭店，以及卖土的一些小商店啊、纪念品的，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皇宫了。我们现在来到这边就是皇宫的北门了，北门这边是金门。北门这边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皇宫城堡的样子，北门保存的非常好。据说这是所有的古罗马建筑保存的最好的一座皇宫。现在你去摸它的脚趾头，你看它的脚趾头那么亮，听说摸了它的脚趾头就会非常的幸运，心想事成。转呼啦圈。这个就是戴克里仙宫的西门铁门，没有什么门可以看得到了。这间是旧市政厅，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没有开。旧市政厅是已经在戴克里仙宫外面了。最后一个景点了，威尼斯塔，然后有一个神像在这边。戴克里仙宫保存得非常的好，当时的国王看到现在他的房子变成这样的话，应该会很难过吧。原本自己的房子全部都变成商家了，不过也是因为戴克里先当初在斯普利特这边打造了皇宫，人类的建筑就开始从这边起源了，整个活络起来了。那我们就在这个美丽的夕阳做结尾咯。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，麻烦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日后会有更多有趣好玩的影片跟大家分享哦。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. Bye bye.